每一次期末考试的时候，我们是5个学校一起考试，那我差不多是所有学生里的第1名或者第2名。哇，你好你很厉害哇！范范的成绩很好，范范是学霸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历史很难，我觉得生物很难。如果你让我记什么，哎呀，我头疼，我不记得。哇，很可惜，就是最重要的一天。有点想哭。然后我听出来了，范范又想到了高考的那一天，为什么我的头那么疼？对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我们的播客。今天这个播客我们要说一说一个在中国很难的考试。魏轩，这个考试叫什么？它叫高考。高考是什么？高考就是高中的学生的最后的一次考试。这个考试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它决定了你会去哪个大学。对，我们3个都很努力学习，然后我们准备了高考。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考试是不是决定了我们的人生，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？范范，那个时候你准备高考，你是怎么准备的？你每天学习多长时间？我觉得高中3年是我最累的3年。我差不多每天4点半起来学习，然后4点半的时候天还是黑的，然后学校全部都是黑的，每个教室都是黑的，然后我一般是第一个到教室去学习的学生。对，所以你很努力。对，我真的很努力。然后呢，4点半到教室开始学习，差不多可能学校10点放学，晚上10点才放学。可是我呢，一般会学到12点半。那我在宿舍还会学习2个半小时。对，所以我可能一天睡4个小时的觉。对，哇，对，明白。那范范，那个时候你的成绩好不好？哇，我的成绩非常的好。对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学校差不多有13个班级，每个班级呢有60多个人。然后每一次期末考试的时候，我们是5个学校一起考试，那我差不多是所有学生里的第1名或者第2名。哇，你很厉害。对。哇，范范的成绩很好。对，范范是学霸。对，高中的时候我是一个学霸，我真的非常喜欢学习，我不觉得学习很无聊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对。你觉得很有意思？魏轩也觉得很有意思吗？我觉得我很有意思，学习没有意思。那个时候你怎么准备高考的？我也没有非常认真的准备，是因为我的学校是很严格的学校。我们早晨6点半，太阳还没有出来，然后我们就要去学校。我们会一直学到晚上10点半，然后放学我回家。对，回家以后我还要写作业，如果作业很多的话，我可能会写到
半夜1点，有的时候会写到2点。然后我妈妈就说：“哎呀，太累了，算了，别写了，去睡觉吧。”然后我想一想，对，我好累，然后我就去睡觉了。所以我觉得我的高中学习没有意思，我很有意思。你的妈妈也很有意思。对，我妈妈也很有意思。那个时候你觉得学习难不难？我觉得不难，可是数学很难。数学很难。对，你的数学不好吗？我的数学一般般，不是非常好。好，明白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你们学习的时间差不多，可能早上5点起床，晚上可能1点睡觉，所以我可以睡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。高中的3年，高1、高2、高3，我记得高3的时候，学校让我们考试，我们总是在考试，我很烦。对，每天都考试，然后老师说每个考试都很重要，所以每天都是努力加油。我很烦，我很累。哇哦，志飞也非常非常的努力。对，我们也是每个星期、每个月都有考试。我们也是，太累了。对，我们也是。而且我们学校还会分快班和慢班，那只有一个快班，所以如果你在年级考前60名，你可以进快班。那如果你考第61名，你就要去普通班了。那你肯定是快班的那个。对对，是的。好，因为他是学霸。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学渣，我在一个很好很好的学校，但是那些孩子他们都学习得很好，我总是很累，我听不懂。对，我很不喜欢我们学的东西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历史很难，我觉得生物很难。如果你让我记什么，哎呀，我头疼，我不记得。我们要说一说，我高3的考试的那天，你做了什么？你知道了你的分数之后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你满意吗？还是很失望，很难过？我们先让魏轩说一说。好呀，我知道我高考的分数的那天，其实我的分数我是有一点不满意的，因为它比我一般的成绩要低，所以当时我有一点不满意，然后我有一点不开心，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了分数以后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告诉我们的老师，然后我的老师跟我说，还有别人比你考得更低。然后我想想，那还行，说明我考的不是非常的不好。对，所以我后来我就开心一点了，所以我没有因为高考的分数难过很长时间。然后你去了你最想去的大学吗？没有，其实我高考之前我没有想过我很想去的大学是哪个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有的时候很好，可能是第1名、第2名，有的时候不太好，是30、40名。对，我们也是像范范他们一样的，我们也是有很好的、很快的班，然后有慢班，然后我一直是在快班，可是
有的时候是很好，有的时候是很不好。所以我没有想过我要去哪个大学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最后的成绩会很好还是很不好，所以我没有想过我要去哪个大学。听起来魏轩也是一个学霸。是的，还好吧，还好吧，不是学霸，一定不是学霸。我们三个，你们两个都是学霸，我是那个学渣。我可能是学霸里面的学渣。学霸里的学渣。范范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可是现在好像你是一个学霸，我真的是一个学渣。好，那范范呢？你高三考试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你看到自己的分数，你满意吗？哦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不满意，但是我也没有很难过。发生了什么呢？之前我说了，高中3年，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的觉，对不对？差不多高中3年级的时候，我的头开始疼，可能太累了，对，我就头疼。我不是整个头都疼，只有一半的头疼，所以只有左边疼，或者是右边疼。然后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带我去医院看病，医生说，我太累了，然后呢，对，我有头疼的这个问题，可能有的时候就疼，有的时候不疼。然后高考那一天，考数学的时候，我的头非常非常非常的疼。我忘了我有没有做完这个数学题，有可能有一半的题我没有做，也有可能我做了，但是我做错了，所以我的数学成绩非常非常的差。那平时，我差不多数学，差不多120多分。那高考的时候，我数学只考了79分，所以考完以后我就知道了我考得不好。但是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，他们在学校门口等我，所以我也是非常开心的出来了。我没有告诉他们，我考得不好，但是成绩出来的时候，哇，我看到了就是考得非常的不好。我就是觉得啊，我高中3年每天那么努力的学习，但是我就差不多少考了70-80分，对，我是非常不满意的。但是我没有很难过，因为我觉得我不后悔，因为该做的我已经做了，对，我非常努力，所以我没有遗憾，对。哇，很可惜，就是最重要的一天，有点想哭。然后我听出来了，范范又想到了高考的那一天，为什么我的头那么疼？对，我有时候考试的时候也会肚子疼、头疼。虽然不是高考的那一天，可是我的高考还是不太好。我的身体很好，但是考得不好。我要跟你们说，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学生，因为我的考试除了语文、数学、英语等等，我还要考唱歌，因为我是一个特长生。然后呢，我要去唱歌。那个时候，我去了一个很有名的大学考试，这个学校你们应该知道，叫南开大学。那个时候，整个中国有很多孩子去考试，我是全国的第2名，所以我唱歌唱得很好。哇，太棒了，志飞。南开的老师说，志飞，你一定要考上我们的大学，你一定要来，你要加油学习，因为你唱歌唱得很好，我们想要你。
所以他们说你的分数不要非常非常高。对，那个时候他们说你考这个分数可以，但是我差了10分，差了10分我就可以去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学习。南开大学在中国真的很有名。对对对，所以呢，我也是去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学校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考试，我觉得一般般，就是我自己学习就觉得很头疼，不知道怎么学习，所以没有很好的分数。我要问一下魏轩，那高考决定了你的人生吗？对，我觉得高考决定了我的人生，因为有了高考的成绩，然后我去了我的大学，而且我去我的大学，因为我学的大学的专业是西班牙语，在内蒙古，西班牙语它是和别的专业不一样，我们可以先报我们的想去的大学，不是和别的学生一起，所以我先选了我的专业，我选这个大学这个专业，然后这个大学说你很好，然后看排名，然后我在内蒙古我排第1个，我是第1名，然后我去了我们的大学，对，然后我学了西班牙语。哇，你好棒，内蒙古的第1名。对，就是我内蒙古的第1名。好优秀。优秀优秀。那魏轩，你去了一个很棒的大学，你觉得这个让你现在的生活更好吗？对，我觉得改变了我的人生，而且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。因为我学了西班牙语，所以大学毕业以后，我用我的专业找到了我的第1份工作，收入也很好。到现在我也觉得是因为我学了西班牙语，所以我对学语言我有和大家一样的经历。你们现在经历的很多的困难，你们的痛苦都是我经历过的，所以我上课的时候，我能很容易的去理解别的同学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大学或者说高考，它真的决定了我的人生，而且让我的人生更好了。对，而且你还认识了我。对，我们的大学真的很好，只比南开大学少了10分，然后还遇到了这么优秀的好朋友，就是志飞。就是对，虽然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学渣。好，范范呢？范范觉得你的大学决定了你的人生吗？我也觉得我的大学决定了我的人生。虽然我没有考好，但是我选择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专业。那我的专业是对外汉语，就是教外国人说中文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对我的专业非常感兴趣。那大学4年级的时候，我还参加了国家的一个考试，那是孔子学院的一个考试。然后在我们的大学只有3个人通过了考试，所以毕业以后国家派我去俄罗斯教中文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也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。非常好。对对对，而且这个是你很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当然。那今年已经是我教中文的第11年，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，非常爱我的学生们。对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好，我觉得我的大学没有决定我的人生。如果我没有去很好的学校，
我觉得现在我的人生也会很好，可能不太一样。对，我觉得我是毕业了以后，我很开心，我有很多想法，我有很多事情，想要做，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机会，去哪里都可以。当然，我在这个大学有非常好的经历，我觉得在这个大学很放松，好吧，认识了那位穿白色衣服的那个人，对，认识了魏轩，还有认识了很多好朋友。对我来说，最棒的是，人，就是我在高中没有太多的朋友。但是在大学啊，过得好开心，认识了很多朋友，是很快乐、很高兴的4年。好的，那我们3个都经历了这个很难很难的考试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故事。大家觉得高考可怕吗？你们想试一试吗？中国的孩子，对，太难了，要学习好长时间。大家的考试的经历怎么样呢？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